众所周知，印度的祈祷节，人们不仅载歌载舞，还要提防一只名叫娘子的女鬼。这只女鬼美丽动人，每逢祈祷节就会到处乱窜，看到落单的男人就会脱光他的衣服，将其掳走，最终只留下一地的衣服供人遐想。据村里老人言，如果遇到娘子，有4个办法可以助你逃出升天。第一，祈祷节前一天，在家门口的墙上写下“哦，娘子明天来”，而且写字用的液体可不是一般的颜料，而是用蝙蝠骨头磨成粉后，加上白乌鸦的尿，属于是以毒攻毒了。好家伙呀，直接给人劝走了，属实没毛病啊。第二，如果祈祷节晚上非要出门，最好不要单溜，成群结队比较好。第三，如果遇到了娘子，首先她会叫你的名字，这时候你拿起你的拖鞋一直向前走，紧接着娘子就会再次叫你的名字，而且声音一次比一次勾人摄魄呀，一般男人承受不住就会转身，最终被娘子带走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媳妇儿啊，喂，媳妇儿啊，回家吃饭啊。好嘞。老人言扬长而去，只留下2个后生无语凝噎。但不管是啥，在祈祷节晚上啊，男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最好的选择。但偏偏有一群印度少年作死啊，聚集在一栋别墅内蹦迪，半夜扰民也就算了，一个叫嘎达哥的小伙突然尿急，在门口撒尿时竟然把写的字儿给呲花了。只见哦，娘子明天来变成了哦，娘子来。好家伙呀，不愧是嘎达哥呀，那娘子可就不客气了呀。果然嘎达哥刚回到房间，神出鬼没的娘子就来了。他先是弄断了别墅内的电路，并趁一个猴急男去2楼和女友打架时悄悄跟了上去。不多时，只听猴急男的一声惨叫，他被娘子掳走了，只剩下了一地衣服供蹦迪的印度少年们遐想。不过啊，少年们在看到嘎达哥的杰作时更加愤怒了，你是狗啊，遇到一堵墙就抬腿。幸好嘎达哥有2个好基友胡子哥和皮弟，2人挡在嘎达哥面前替他撑腰，其他少年见打不过，便决定勇闯树林去救猴急男。哥，你去吗？我不去了，我爸明天办婚礼啊，我得早点回家呀。正所谓真正的印度少年要有敢于直面怂到家的勇气，于是他们纷纷转身回家各找各妈。可谁知皮弟在回家的路上是越走越不对劲，突然街上的灯全部熄灭，给皮弟吓了一跳。幸好皮弟的脑瓜机灵，立刻想起老人言，脱下鞋子之后快步向家里走去。结果这时啊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皮弟。这声音缠绵悱恻，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啊！可皮弟没工夫想象，他只知道再不走，自己的小命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于是没敢转身的继续向前，可身后女人的声音继续响起，皮弟。皮弟，终于在喊到第3声时，皮弟像是着了魔一样转过身来，结果一个抬头看到一个悬浮在半空的女鬼，是吓得皮弟屁滚尿流，连滚带爬呀。而娘子则不紧不慢的在身后跟着他，最终毫不犹豫的将皮弟拖了个精光后，无情的拖走了。皮母得知此事，抱着儿子的内裤是哇哇大哭，我的儿啊，一辈子守身如玉，怎么就被娘子掳走了呢？这以后可怎么娶媳妇啊？好兄弟生死未卜，身为铁哥们嘎达哥和胡子哥必须挺身而出，不就是女鬼吗？我们指导他的老巢，救回皮弟。3位少年来到了一处鬼宅门口，2位作死少年义无反顾地闯进了鬼宅。然而作死少年不愧是作死啊，进入鬼宅后为了找到铁哥们竟然分头行动，这无疑拖延了女鬼的业务进度啊。但没得关系，这个女鬼就喜欢戏耍男人。这时胡子哥被一条可爱的小毒蛇吓得脚底抹油，窜到院子里，结果还没松口气呢，就看到名叫娘子的女鬼站在了屋檐上。惊悚恐怖的一幕吓得胡子哥再次脚底抹油，跑回摩托身边。一时间痛苦的嚎叫充斥着整片深山老林，简直响彻云霄。不地道的胡子哥出来也没跟嘎达哥说一声，不过好在嘎达哥擅长单溜，举着火把的他无意间看到了一排雕像。正当他潜心研究之时，突然火把灭了，嘎达哥的安全感也随之灭了。嘎达哥心里害怕，但他谨记老人言，不管娘子如何呼唤他，他都不转身。看得出来啊，嘎达哥不是一般男人，但娘子却不紧不慢，不回头那是不可能的。只见他先是假装离开，让嘎达哥放松警惕，然后趁嘎达哥转身之际猛地一个现身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猝不及防啊，家人们！嘎达哥被吓得嗷嗷叫唤，下一秒整个人就被控制了。然而就在嘎达哥小命不保时，突然一只匕首飞来，直接把娘子吓跑了。只见来人是个大美女，名为嘎达姐，是前几天嘎达哥一见钟情的女神。这被女神救了一命，嘎达哥那叫一个心花怒放啊，恨不得娘子再多来吓唬他2回。但嘎达姐好像很懂娘子，并告诉他们，娘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啊，她带有极深的怨念，要想除掉她可要费功夫哦。然而就在几人准备回家时，深山老林里走出一个光溜溜的男人。嘎达哥定睛一看，这不是我的铁哥们皮弟吗？见皮弟已经找到，嘎达哥他们前来的目的也就达成了，于是立刻回了村。皮母见到儿子比见到亲爸还激动了，哎呀，我的儿啊，你咋这么瘦啊？是不是女鬼苛待你啊？尽管皮母很心疼，但皮弟的归来总算是给人心惶惶的村子带来了一丝希望。可殊不知啊，这不过是娘子发大招之前给他们的一点甜头而已。
印度的一个村子一夜之间失踪了半村的男人，妻子们纠结万分，纷纷奔走哭诉，一定是被女鬼带走了，这该死的女鬼啊，我丈夫有这么大魅力吗？很快这件事引起了村里的重视，于是在村长的组织下，剩下的男人开始抗议，明面上打的是抓住女鬼者赏赐重金，其实心里边吧多少有点不开心，他们是比不上被掳走的男人吗？为啥只掳走他们没有伤住自己啊？就这样，浓浓的醋意和对女鬼的愤恨充斥着每个印度男人的自尊心，但心底的怂意又让这些人望而却步，毕竟什么重金也买不来自己的狗命啊！但乱世之中总有流血牺牲之人，这人就是嘎达哥，一个集沙雕与沙雕于一身的男人。在决定要去解救村中的男人后，他和兄弟们先去找了当地的一个大师，让他算了一算死刑的胜算。谁知大师淡定的表示，要想降服名叫娘子的女鬼，其实很简单，只需要找一个拥有小麦肤色、长鼻子、生于榕树下的独生子，最重要的是他的妈妈必须是妓女。好家伙呀，这么长的要求属实是苛刻了点，但很快兄弟们发现嘎达哥就很符合呀，小麦肤色，鼻子也不是很短，虽然出生在奶奶家，但家中有棵榕树，但嘎达哥的妈妈是不是妓女他们就不知道了，毕竟这么私密还是很不道德的问题，他们也不好打听啊。可嘎达哥一听怒了，我妈妈绝不是妓女。谁知他回家向爸爸一打听，只见爸爸一脸受伤，转身离开了房间，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呀。嘎达哥简直不敢置信啊，可没办法，谁让他是天选之子啊，解救村民的重任必须是他。当晚众人设计准备引来娘子，然后嘎达姐出手给娘子一击毙命，殊不知娘子活了几百年，什么花活没见过呀？只见他一个声东击西的计谋，成功把嘎达哥掳回了深山老林。说实话呀，嘎达哥有点啪啪，于是灵光一闪，吭哧吭哧的脱光衣服，准备用肉体取悦娘子。结果他的操作却把娘子吓坏了，什么臭男人敢在我面前搔首弄姿，赶紧穿上！嘎达哥吓得赶紧套上衣服，幸好危急关头嘎达姐赶到，搞晕了娘子。嘎达姐递给嘎达哥一把刀，让他杀了娘子。嘎达哥很聪明，那你咋不干这缺德事呢？嘎达姐无语凝噎，我要是敢杀还轮着你吗？嘎达哥一听也是，毕竟嘎达姐是个女孩家家的，杀鬼杀太暴力了。然而正当嘎达哥颤颤巍巍的举起刀要杀死女鬼时，谁知他该死的圣母心作祟，娘子这么漂亮，我有点不忍心呐。结果他话音刚落，娘子就醒了过来。嘎达姐反应极快，一看这情况，立刻引走娘子，然后让嘎达哥嘎掉娘子的辫子，这样就能让娘子消失，也不至于杀死她。嘎达哥一听这主意好啊，于是在嘎达姐差点没被杀死之前，割下了娘子的辫子，最终娘子消失了。而之前被带走的半个村的男人也纷纷走了出来。经过此事啊，嘎达哥几人被村长吹嘘的尾巴都翘到天上了，而嘎达姐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啊，决定离开这个镇子。嘎达哥前去相送，这好看的女神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可嘎达哥是万万没想到啊，嘎达姐坐上车后拿出娘子的辫子，竟然附在了自己的头发上，下一秒她就消失在了大坝上。好家伙，这反转有点东西啊！影片到此结束。鬼娘子是2018年上映的印度恐怖片，剧情不算很恐怖，甚至还有点搞笑，但仔细品品啊，这电影是有点隐喻在的。至于隐喻的啥呀，欢迎评论区讨论。Goodbye everyone。